大家好，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最近有一个词火了，野生佛教徒。这是继佛系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和佛教有关的词语。很多人都疑惑到，佛弟子难道还有野生和家养之分吗？那么今天小编就来带大家看看什么是野生佛教徒。广东新村的村民老谢打算去自家菜地干农活，菜地在离家不远的山里。他弯下腰，刚准备除草的时候，突然被躲在菜地的百步蛇咬伤。和他一同去干活的村民赶忙把他送到村里的卫生所，但卫生所不敢接收。时间紧迫，他们赶忙找了辆车，把老谢送到市医院打血清。经过救治，情况逐渐好转。可是谁能想到，当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他突然流血不止，凌晨3点多去世。当地村民说，以前村里的山上没有过这种毒蛇，这2年来经常有一些好心人带着毒蛇过来放生，才导致这场悲剧的发生。村民呼吁这些好心人不要为求福报盲目放生毒蛇，或许你的放生最终可能变成了一场杀生。没错，盲目放生就是野生佛教徒最大的特点。他们有生就放，管它是毒蛇、是臭虫还是老鼠，他们会把一些动物成箱几十上百公斤的往山川湖海倒，包括但不限于福寿螺、巴西鳄龟、克氏原螯虾、佛罗里达鳖，却对自然环境是否适合放生从不做深入研究。这一倒对当地的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。这几年这种事件频频发生，他们的这种行为不仅扎了很多正信佛教弟子的心，而且引起了公愤。星云大师说，放生就是放人一条生路，所谓放生者，就是要重视生态，给予众生一个无有恐怖、安全无忧的环境。比方不在溪边垂钓，不虐打动物，对生命不残杀，对生态不破坏，就是最好的放生。野生佛教徒的第2大特点，流于表面。河北的小刘是佛珠爱好者，他经常和一些佛友聚在一起，品茶，探讨哪里的佛珠开过光，谁的佛珠被师父开光加持过，超级灵，却从来都没有讨论过佛法。是啊，现在品茶、熏香、盘珠子几乎成了一些人信佛的标配。他们把师父当成茶友，只跟师父吐槽生活中的问题，却从来不跟师父学习佛法。他们不参禅，不念佛，不读经，却总是在比谁的珠子盘得最好。慧律法师说，修行人就是善用心的人，因为即心即佛，佛法讲的不外乎心的问题。所以如果只是外表上在信佛，而不懂得去除内心里的贪嗔痴，那么就只是在跟佛结缘而已。真正的佛法并不在于形式或仪式，而是要关照内在，抓出心中的烦恼贼。关于这一点，小编稍微展开说一些。除了佛珠以外，相信不少念佛信佛之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，佛像到底可不可以戴在身上？首先，不论是玉制的还是其他任何材质制成的佛菩萨像的徽章、吊坠、挂件，乃至项链、手环之类，墨学在此恳切劝诫，千万不可戴在身上。原因为何？因为佛像是佛法的象征之一，具有表法的功用和神圣的属性。宗教的神圣性需要具体的象征物来体现。佛菩萨是人天导师，是众生出离生死苦海、解脱苦难的依孤。佛菩萨作为我们恭敬、礼拜、学习的对象，是我们的目标、榜样和追求。我们看到佛菩萨的像，就能时刻记得要学习佛的慈悲，亲慕佛的庄严，开显佛的智慧。但是我们把佛像戴在身上，不论是为了好看还是为了获得保佑，都是极大的不恭敬。试想，神圣的佛像怎么可以成为装饰物？
我们最崇敬的人天导师怎么可以成为贴身保镖？有人可能会说，哪有这么严重？佛像就是佛像。说这个话的人就是对佛法要义缺乏了解。要知道，佛有法、报、化三身，佛像本来就是佛的应化身之一。试问，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的父母当作装饰或者摆设？会不会把父母当作自己的家丁或保镖？道理不言自明。另外，佩戴佛像不仅在佛教经典中找不到一处记载，其实佛门高僧也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痛陈其弊。所以无论男女都不应把佛像当作饰物或护身符佩戴。佛像的作用是让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像而产生对佛陀的恭敬、尊重、信仰与效学之心。佛菩萨是我们修行路上的师长、榜样，依法而行才是真正的皈依。佛像以虔诚恭敬供奉，不要随意带在身上。野生佛教徒的第3大特点，贪心学佛。黑龙江原政协主席韩桂枝在担任黑龙江组织部长和副书记的时候，买官卖官，收受贿赂，自己内心不安，怕早晚要出事，就在家中烧香，每天家中香火不断，供奉瓷佛、金佛。最后韩桂枝还是被查处，被判处了无期徒刑。有的人学佛的目的、动机和行为只有一个，就是求这个求那个，求保佑升官发财、考上学校、事事顺利。尤其是一些人抱着和佛菩萨做生意的心情，今天烧一炷香，请佛菩萨帮我完成一项心愿，明天供几个水果，求佛菩萨保佑我什么什么，否则就是佛菩萨不灵。季群法师说，学佛者的发心往往存在误区，是带着某种贪着开始学佛。深究起来，可能90%的人都是以此作为起点。多听听讲座，读读佛教书籍，认识会有所提高，最终转入正确的发心。所以说，如果不是停留在贪着的基础上，而能通过闻思经教来树立正见，并以正见为指导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那么尽管是从贪着开始，最终却能放弃贪着，同样可以成就解脱。野生佛教的第4大特点，嗔心学佛。小王说自己学佛，但是却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气。有一次，小王的女友请他去家里做客，他却把女友大骂了一通。原来女友说为了迎接他，专门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但是小王却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毛屑，哪里都是脏脏的。女友很委屈，说刚接触的时候感觉你脾气很好，接触久了发现其实不是那样，你只是把脾气藏得深，一旦发起脾气来，比不学佛的人还要厉害。的确，有的人不学佛还好，一学佛就这也看不惯，那也看不惯，这也是罪过，那也是罪过，这也不能做，那也不能做，或者只看到人性和社会的阴暗面，或者经常指责别人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。这些人在生活工作中往往不善于处理好人际关系，容易与周围的人发生矛盾，忘记了菩萨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的4摄法。圣严法师说，嗔是心中火，不但对自己不好，对别人也不好。常起嗔心就如同慢性自杀一样，所以一定要好好控制自己的脾气。如果已成为习惯性的嗔恨，想要在瞬间转变念头，实在很困难，就要常念阿弥陀佛。因为当嗔恨心升起时，念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就能把嗔恨的情绪转移到念佛、持咒清净心念上。久而久之，嗔恨心自然而然就会转为清净心了。野生佛教徒的第5大特点，素食偏执。小韩喜欢吃肉，他的妈妈因为信佛，长期吃素。每次小韩吃肉，他妈就说他，让他改成吃素，要不然会有果报。小韩非常抵触，因为这个两人经常开火。最近小韩实在受不了他妈妈了，准备离家出走，不厌其烦地劝别人吃素，看到别人吃片肉，说人家的嘴就是地狱，
别人若提出自己不信教，并且改不掉吃肉的毛病，他就开始给你科普堕入下三道的日子有多惨。印顺法师说，一般人看到有些学佛的没有学到什么，只学会吃素。家庭里的父母兄弟儿女感觉讨厌，以为素食太麻烦。其实我们学佛的人最应该做的是先了解佛教的道理，在家庭社会依照佛理去做，使自己的德行好，心里清净，使家庭中其他的人觉得你在没学佛以前贪心大，嗔心很重，缺乏责任心与慈爱心，学佛以后一切都变了，贪心淡，嗔恚薄，对人慈爱，做事更负责，使人觉得学佛在家庭社会上的好处。那时候要素食，家里的人不但不会反对，反而生起同情心，渐渐跟你学。如一学佛就学吃素，不学别的，一定会发生障碍，引起危险。佛陀在《摄正法经》中也说，所谓的佛法就是调伏自相续，如果能用佛法降服自己的烦恼欲望，那就得到了佛法的真谛。让我们一起把今天的内容告诉亲朋好友，告诉他们不要做野生佛教徒，要做正知正信的佛弟子，好好学佛，好好修心，世间的这些福报自然就会有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